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一些网站控制的工具。在我们使用浏览器去访问我们的一句话木马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的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啊，比如说它响应了很久没有返回，或者说像火狐浏览器里面直接乱码了这种情况。OK， 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那有没有一些工具，它把这个输入命令的界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功能直接封装好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呢？当然有的啊，而且非常的多。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主流的啊。第一个叫做中国菜刀，但是它已经很久时间没有更新了啊，一些旧的版本呢也用不了了。然后在它的基础上面发展出来一个叫做中国乙剑，它是从中国菜刀衍生出来的啊，可以叫做一脉相承。中国乙剑是用的最多的。好，然后还有一个 Vivly 命令行的一个工具，哥斯拉 Java 编写的带界面的，还有冰歇 Behender 它也是 Java 编写的带界面的。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体验啊，当然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用得成功，大家呢简单的去掌握一下它们的基本的使用的方法，它还有它的一些详细的使用的方法，还有它其他的一些功能，包括其他的一些工具，就留给大家自己去了解了。我们从中国乙剑开始啊。中国乙剑呢，好，它的程序比较特别啊，它的加载器和代码是分成了2块的。我这里特地给大家写了一个这样的文档，我带大家来阅读一下怎么启动中国乙剑。这个文档呢也会放在我们的资料的网盘里面，比较简单啊。主要是有的同学他可能连这个 GitHub 的代码怎么下载都不知道。首先下载它的主程序，你可以直接从我给的这个地址里面去下载它的主程序，也可以从网盘里面去下载，下载出来解压放在某一个地方。第二个呢，要通过它的加载器去加载它的主程序，所以第二步呢，下载它的这个 loader 啊 loader 解压出来以后，这个里面有一个 AndSword 为它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双击打开它以后呢，它就会让你去选择工作目录。工作目录在哪？就是你解压出来的这个主程序。好 ，OK， 那就进入了它的使用的界面了啊，非常的简单。好，然后后面怎么去使用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上传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啊，到文件上传的目录。OK，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里面去添加数据，右键添加。地址就是你的一句话木马的地址，密码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其实就是你的那个 post 的参数的名字。后面的一些设置，什么编码连接类型啊、编码器、解码器这些啊，它们其实都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最简单的场景里面暂时不需要用到，大家了解一下就 OK 了啊。有可能到了某一些特殊的场景里面你会用到它。好，再教给大家一个技巧，我们把一个文件和密码放上去之后，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连接，如果测试连接能通过的话，你再去添加它，再能使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测试连接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橙色的或者红色的警告的话，那估计是有一些问题的，要么就是你的这个文件不存在，或者说无法以 PHP 的方式去解析访问，或者说服务器不能支持的其他的问题等等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绿色框添加，好，那怎么去基于它去对那个网站进行操作呢？非常的简单啊。第一种方式就是双击，我们直接看到它的这个文件目录数打开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一盘里面啊，它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我有权限的，我都是可以访问得到的，是吧？比如说这个 upload 目录下面的所有的内容，好，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上去看啊，这些也都是有权限的，低盘甚至低盘也都是有权限的啊。OK，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直接是用一个管理员的身份去运行这个程序的。好，这个是它的文件管理，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对单个的文件做什么操作呢？编辑它的内容、删除、上传、下载，我可以对它的文件做任意的操作了，是不是？而且呢，也可以在这里去执行命令，右键打开一个终端 ipconfig。那这个效果是不是比我们自己在浏览器里面去输命令更加简单了，吧？当然在这里啊 ，OK， 我们还可以去对它进行编辑，还可以复制等等等等。这个是中国乙剑的一个最简单的使用的方法。那么还有别的工具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乙剑我们会在课程里面主要使用它。第二个工具啊，我们还有一个工具没有写到。第二个工具叫做 Vivly。
Weebly 它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而且它是在 Kali 里面自带的，你不需要去安装就可以使用。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 Kali 的操作系统。如果有同学不知道怎么样去安装 Kali 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Kali 渗透测试的那个课程。OK，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简单的提一嘴啊。我们打开 Kali 的官网，OK， 然后去点下载。网络稍微有点慢，它有很多个的版本。在我们的虚拟机里面呢，我们能用到的是2个版本啊，一个叫做裸机的版本，一个叫做 VM 镜像的版本。那么这2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裸机的版本，你是需要有一个安装的过程的啊，根据你的网络的情况，有可能要花20-30分钟。OK， 比如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安装的版本，我们会在这里去新建虚拟机，然后指定它的 ISO 的镜像，这个是相对来说麻烦一点的。那么另外一个叫做 VM 版本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它已经是安装好的这个 VMware 的镜像，你把它解压出来，在这个地方去打开就 OK 了，没有安装的过程，它的用户名和密码也给你已经设置好了，在它的这个注释里面写好了啊，它的用户名是 Kali 和 Kali。我建议大家呢用这个虚拟机镜像的方式啊，你就不用去花那20-30分钟的时间去安装了。当然，唯一可能对有一些同学不太友好的来说啊，这个它开机以后是英文的，你需要去切换它的语言。而这个安装版本的呢，你在安装的时候是可以去选择它的语言的，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中文。在这个里面呢，它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啊都是中文的。好，网速实在有点慢啊，我们打不开了。那大家就自己去找一下啊，有一个叫做 Bare Metal 的那个就是叫做裸机的版本，有一个 VM 版本的，这2个是他推荐的啊，大家就去向那个 VM 版本把它解压出来，打开就 OK 了。OK，Kali 我们已经启动了，然后呢，我们去配置一下它的 SSH 的一个服务。配置好了服务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Windows 的物理机里面去连接到它了。比如说我的这个 Kali 的 IP 是 192.168.142.135，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连接到它。这边我已经打开了一个窗口。那么 Weebly 怎么去使用呢？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命令清空一下啊，再来打开一个新的窗口。OK， 那首先如果我不知道怎么使用的情况下啊，直接 Weebly 或者 Weebly-H 看一下啊，它的用法其实只有3个。第一个，去连接你已经上传的一句话的木马，对吧？这个是你的地址，这个是你的密码，后面是你要执行的命令。第2个，恢复一个绘画，也就是说你再连接的，但是你没有使用了啊，你可以去恢复这个绘画。第3个，它还可以给你直接去生成一句话的木马，用 generate。当然后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参数了啊，在这个里面并没有写的太详细。我们-H 好-help 看看有没有更加详细的。好了，还是这些参数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些用法了。那么我们第一步先去生成一句话的木马。OK， 看这个目录下面应该有之前生成过的啊，我们把它移除掉。Weebly 先把它移除掉，好，删掉了。怎么生成一句话木马呢？ Weebly Generator， 这个是我的密码，这个是我的 PHP 的文件。好，已经生成好了。那这个文件我怎么把它丢到我的物理机上面去呢？我们用一个 SD file 加上我的 file name 文件名，保存到桌面去。好 ，OK， 保存好了，我们打开它，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 Kali 里面用 Vim 命令去生成的一个 Weebly。那大家看这个东西啊，基本上面目全非了，是吧？它通过非常复杂的这种什么编码替换的方式，为了去绕过 WAF 和一些杀毒软件。比如你去理解一下它的意思啊。好，似乎我看了一下啊，它每一次生成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我看到它生成的是用一个大写的 T 去插入到这个里面的啊。这一次呢，它是给这些代码片段里面去插入了一个 LL， 也就是说你把这些 LL 干掉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它原来的面貌。
比如说像这个，它把2个 LL 干掉以后，就有一个 PHP 的 input 了，是吧？这里是一个 m 的参数，这是一个什么 start 之类的东西啊。总之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编码和替换的方式，也就是它跑起来以后，那就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一句话木马的一个样子了。好，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放到我们的文件上传目录的文件夹里面去啊，我们直接把它丢进去了，可以直接把它丢进去，我们就不用去找那个上传的地方了。比如说这个地方，好，还是不用这个吧。我们刚才是有一个上传了滑稽的这个地方，是吧？我们把 Wavelet 的 PHP 的文件丢进来。OK， 那我们接下来去连它，怎么连呢？在 Wavelet 怎么去连 ？Wavelet 里面怎么去连这个呢？它有一个连接的命令啊，我们来按照它的那个参数的格式来连它。Wavelet URL 密码和你要执行的命令，是吧？所以我们来一个 Wavelet， 然后我们的本机的 IP 是 HTTP 192.168.40.1。OK， 这个 IP 怎么来的？当然是在操作系统里面 IP config 看来的啊，是这个 IP。好，然后你的路径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uploads， 下面有一个 wavelet 点 php。OK， 好，我们先看看在我们自己的机器上面能不能访问到它先啊。如果都不能访问，这个路径就不正确啊。我们确认一下 uploads 下面 uploads 下面有一个 wavelet。好，在这里我们就不要用这个 IP 了，朋友。但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没有问题啊，它是一直是访问中的一个状态。我们把它改成 localhost 呢 ，localhost。OK， 好，我们看到啊，它其实是报了一个错的啊，这个文件没错，但是它报了一个错。加上什么呢？加上我们的刚刚生成的那个密码我们用的是无涯，对不对 ？password 无涯。然后我们先连接一下啊。好，看起来连接上了。那按照它指示的，我们去使用一个 help。OK， 那比如说执行一个 who am I， 没有任何的回响啊，所以我这里告诉大家，我在 Windows 的机器上面去测试这个并没有成功啊。我们看到它提供的这些命令几乎也都是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所以另外呢，我们就把这个 Wavelet 的文件放到了一个 Linux 版本啊，这个是一个 CentOS 的操作系统 ，Linux 版本的 PHP Study， 它的安装的路径是在网站的路径在这里啊，所以我把这个 Wavelet 丢了进来。好，那我们来连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的 PHP Study 里面的 Wavelet 去连它，它的 IP 是 142.66， 带上我们的密码无涯 ，OK， 也连接上了。那这次能行吗 ？Who am I？ 好，可以的啊。那它里面其他的一些命令也是可以执行的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部署网站的用户 www 的这样的一个权限，可以做进一步的提权。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命令呢，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尝试啊。好，这里那又牵扯到一个老话题，就是在 CentOS 里面，我们怎么去安装一个 PHP Study 呢？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我们去打开小皮，也就是 PHP Study 的它的官网。它的安装那里就提供了 PHP Study， 没有拼对啊。它的官网提供了 PHP Study 的安装的脚本，你只要按照它的命令去下载那个 shell 脚本，然后执行，它就会开始自动的安装。安装以后就得到了这个东西，而且它有一个管理后台，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只能执行命令，是吧？但是我们 Windows 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软件，其实它也有，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去登录到后端的管理界面，在哪里呢？看这个啊。OK， 好，我们就复制这个 IP， 当然这个是远程的一个虚拟机啊。我们在这里访问的话，就把 IP 改成 142.66，
用户名 admin， 密码1234567 bnjm。 好，登录进来了啊，就跟我们的这个 Windows 的版本一样。我现在可以去管理它的软件的版本，可以对网站做部署啊，去查看它的日志等等等等。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刚才 Kelly 的这个网站已经打开了啊。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叫做 Bare Metal 的，就是裸机的。裸机它下载下来是一个 ISO 的镜像，你要花时间去安装它。而这个 VM 版本呢，它就是一个压缩包，解压出来就是 VMDK 之类的文件，可以直接的打开的啊。OK， 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工具 Weebly 的使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第三个叫做 Godzilla 哥斯拉，我们看一下它的哥斯拉是 Java 编写的，而且是开源的。看一下 GitHub 的网站能不能打开。如果你要用它呢，我们必须要先去配置一个 Java 的环境。先看一下啊 ，Java version。OK， 我们现在是 JDK 1.8的环境啊，不需要太新 ，JDK 1.8就可以跑起来。OK， 它的界面里面呢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它的用法啊。我们来打开，下载下来就是一个架包。那这个架包呢，我们也来打开它啊。这个时候又要去找一下那个目录，放在了我们的课程目录下面。哥斯拉在哪里啊？它就是一个架包，这个都是后面运行了以后才生成的啊。怎么去启动这个架包呢？非常的简单 ，God Java 杠架 Godzilla 跑它。好 ，OK， 启动起来了，它会弹一个窗口，我们看看。好，首先第一个窗口是一个使用协议啊，大家注意不要做非法的事情。好，界面已经打开了，它有一个去生成 Web Shell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必须要用它的这个生成的功能，别的一些一句话木马它也不一定能连得上。好 ，OK， 那我们看看它是怎么生成的啊？密码，那我们就用它默认的啊，它还有一个叫做蜜月的 key， 那也用它默认的。它可以生成 Java 的，可以生成 C# 的，还可以生成 PHP 的一句话木马。那我们去生成一个 PHP 的 ，PHP 呢，它还有加密器，用异后的方式加密，或者 Base64，或者这个原生的啊，我们也使用这个 XOR 异后的这种方式来生成。生成到哪里呢？当然还是给它保存到桌面去啊。保存到桌面，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Godzilla 点 PHP， 保存一下。好，保存好了，那我们把这个东西要传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们去连它，是吧？那比如说传到哪里呢？传到这个最简单的文件上传的这个场景里面来。那它的路径，我们去找一下啊，它的路径就是这个了啊，后面加上一个 Godzilla 点 PHP。好，那去连它，连怎么连呢？添加，我们把这个窗口拉大一点啊。好，即使拉到这么大还是看不清。Godzilla 点 PHP 文件名没错啊，密码默认的，蜜月默认的。好，代理这个呢，我们 no practice 不用管 ，UTF-8 编码默认的 ，PHP 默认的啊，然后用异或 Base64 测试连接。好，神奇了啊，居然连接成功了。神奇了，那我们怎么去用它呢？进入看一下。好，它的功能就非常的多了啊。这个是基础的一些信息，获取到了目标系统的一些信息了。OK，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演示这个啊？有可能大家以后会去看到一些CTF 解题的，或者说靶场提拳的这么一些场景啊，你会看到有一个工具它有这么多的功能，但这个工具到底是什么工具呢？这个工具啊就是哥斯拉。你要至少要看到这个东西能认得出来啊，它如果是这么做的，你也要用这个工具的话，你就知道用的是哥斯拉。好，这个地方可以去执行命令，我们试一下 ipconfig。好了，有中文乱码的问题啊，那说明它自己生成的这个码呢，还没有我编写的那个一句话木马强大了啊，中文乱码了啊，然后可以去管理文件。好，回车一下啊，这当前目录下的文件都显示出来了，
然后它一样的啊，也可以去上传、下载呀、删除，还上传大文件、下载大文件。它还可以去管理数据库，这个呢，是不是它的界面没有 DB info config 啊？当然你要知道它的 IP， 比如说，如果目标的 Web 里面它自带了一个数据库，那它的 IP 是127.0.0.1。好，如果它的端口没改，默认的3306，用户名没改，默认的 root， 如果它密码非常简单，123456，如果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库，那我们就连上了，是不是啊？它可以在操作文件的同时，也去操作数据库。这个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这个 Windows 的机型里面装了一个数据库，网络的详情，它还可以做网络扫描，有点神奇了啊！它还可以探测出来哪一些端口是开放的。笔记的意思就是你连这个地址的时候，你去记录一些有用的信息。P meter， 那我们看这个东西，好像就是 MSF 那个东西是吧 ？OK， 也就是说，它也可以为你去建立一个反弹连接，在这个里面去执行命令。当然你要在你的这个控制机上面啊，先去启动一个端口，开始监听，让这个目标主机来连你。好，还有什么呢？压缩 bypass， 还可以执行代码。好，其他的一些功能啊，基本的使用的方法我们已经掌握了啊，主要是分成2步。第一步，去生成一个 shell， 第二步添加，然后在这个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好，这个是哥斯拉的使用。第3个叫做 behinder， 冰歇。那看它的名字啊 ，behinder 其实就是后门的意思，是吧？你这起名字起的有点太明显了。我们来打开，翻译成了冰歇，它是一个动态的2进制的加密网站的管理的客户端。啊，那这个冰歇，好，前面有一个哥斯拉的这个介绍，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个是哥斯拉官方的在2020年发的文章。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控制网站的工具以后，还要发布一个冰歇呢？我们看他自己是怎么讲的啊。它可以绕过所有的静态查杀。我们看一下那个 Godzilla 的那个代码，我们没有看啊，丢进来看一下。离谱，你这个叫做绕过所有静态的查杀，这个太简单了啊。当然它还有编码加密的功能，我们没有用啊。它的流量还可以加密，这样的话就不会被 WAF 拦截到，而且它还有一些插件的功能，比这个冰歇和一键强大啊。OK，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啊。好 ，OK， 有这些东西，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behinder 冰歇的工具，因为它也是 Java 编写的啊，所以跟这个哥斯拉多多少少是样子是有点相似的。我们打开 behinder， 它最新的版本就是这个啊，3.0 的 beta 版本，什么 Tools 专用的。怎么启动它呢？还是一样的啊。Java jar behinder 启动，好啦，这个界面看起来好像稍微的友好一点啊。而且呢，它的 shell 是不用生成的啊。你下载下来，里面有一个 server 的包，然后呢，它就给了你现成的 ASPX、JSP、PHP 这样的一个shell啊。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包放到某一个目录下面去，给它改个名字不就行了？比如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 behinder， 也就是当然它里面的密码啊，它也是已经有一个默认的啊，叫 read beyond。那我们就把这个 behinder 也丢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路径里面去。我们上传滑稽的这个路径，好，然后呢也把它的路径复制过来，叫做 behinder。然后它的密码是 read beyond， 改一改呗，路径改一改，密码 read beyond， 保存，好，
双击也已经连接失败了，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不是这个名字都没有写上去呢，叫做 behander.php 连接，双击打开 ，OK， 已经连上了啊。第一步，它就会直接访问了这个 PHP info， 把当前 PHP 它支持的这些扩展呀，还有基本信息全部都打印了出来啊，有助于我们去提权。比如说，如果这个 PHP 的版本它刚好存在一个现成的漏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利用，也可以去执行命令，还是这台机器，还是这个操作系统 ipconfig 啊，没有乱码，非常的棒。虚拟终端还可以去启动一个虚拟终端啊，其实那就好像跟我们自己在这个机器里面去启动 CMD 的效果是一样的了啊，对吧？这个东西叫做虚拟终端。文件管理，还是一样的，是吧？打开就是这样的，能够看到它的目录结构。好，内网穿透这个功能呢，我们以后再用啊。内网穿透，反弹 shell， 它不跟刚才看到的那个哥斯拉一毛一样吗？用的还是 MSF， 是不是啊？它会监听一个本地的9090的端口，然后让远程的机器来连到它，再把我们在这台机上面输入的命令反弹给目标的主机。好，数据管理还是那个意思啊。数据库，比如说我们改一下密码，就是为了让你去控制一个网站更加的方便而已。连上了，是吧？执行代码也是类似。好，平行空间正在开发，还有扩展的功能，他们都没有上架啊，也可以去对网站进行扫描，比如看哪些端口的存活备忘录，就是跟那个笔记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到底是谁先开发了这个功能，谁后开发了这个功能啊？到底是谁模仿了谁 ？OK，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网站控制工具。